观看前记得开启 CC 字幕哦。嗨嗨，我是盘子，这次要来漫步新竹旧城区。因为小的时候我住在新竹跟桃园的交界处，长大后的周末也常常来新竹吃吃喝喝。新竹部分预计会有2支影片，都是我多次拜访新竹的集锦。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。一出站就可以看到典雅的新竹火车站。最早新竹基隆段铁路是清代的台湾巡抚刘铭传推动铺设的，并在1893年正式启用。当时的新竹车站只是一个木砖造的小站而已，而现在看到的新竹火车站是日治时期1913年落成的，由建筑师森崎万长设计，是西洋古典历史风格的建筑。它承载了超过100年的新竹记忆，也是全台历史最悠久的信义车站。这栋位在护城河旁的星巴克，是日治时期的新竹州图书馆。它是一栋洋式建筑，外观相当的现代简约。而这栋建筑是为了纪念1923年日本大正天皇东宫的皇太子日人访问新竹而筹款兴建的。以前的新竹州范围包括新竹县市、桃园跟苗栗部分的地区，这里也曾多次的更名，但一样是作为图书跟保存文献的公共阅读空间。近年则由星巴克进驻营运，在古迹活化与商业空间保留独特的平衡。接下来是七七推荐给我，他说这是新竹最好吃的披萨店。圣地是一家很有个性的意式披萨店，它的店内有窑，所以披萨都是现擀现烤的。它的饼皮嚼得出面团香，皮薄 Q 弹有嚼劲。算是我第一次吃到这样口感的饼皮。我觉得这个披萨完全在吃的就是它的披萨皮，就是很 Q 松软，然后边缘微微脆脆的。披萨脚在意大利文中就是裤管或是裤子的意思，它的形状像是半圆形的口袋。而它的起源是因为拿坡里的工人们想要方便携带边走边吃的食物，所以店家就将披萨对折封口，因此保留更多的水分，口感更加的湿润。上面是有包火腿，然后乳酪跟番茄，吃起来很香。然后因为他们是不能定位的，店内也规定就是要一个人点一个披萨。如果觉得太多的话，就是选外带。然后口味的话，我觉得就是选自己喜欢的就好了，因为它的重点就是那个饼皮。蛋花。这里是我最喜欢的甜点店 Hidden Off， 要记得定位哦。它有分成室内跟室外的用餐区。蛋糕的口味都是跟着季节水果一起改变的，它的糕体蓬松有空气感，吃起来也完全不会腻。
盐焦糖胡桃可可戚风，它浓郁的巧克力配上鲜鲜甜甜的焦糖胡桃。草莓焙茶戚风，鲜奶油的甜度很适中。开心果马吉可可戚风，外层的开心果果酱香浓顺口，开心果的香气非常的突出，里面还有包马吉。白樱桃与红樱桃茉莉绿茶长方形戚风，它的每一口都可以尝到茉莉绿茶的香味。白樱桃跟平常吃到的樱桃口味不太一样，特别的清香清甜，是口味很特别的蛋糕。不喝咖啡的很推荐点烤一层黑糖牛奶，牛奶表层会撒一层黑糖炙烤，香气扑鼻。他们把平凡的蛋沙拉吐司做得很纯粹美味，面包蓬松，表皮薄薄的，但是很酥脆，内馅的沙拉很绵密，蛋香十足。几乎每一次来新竹，我都会来吃这间甜点，真的很推荐。在市政府对面巷子里的鸡白汤，当初是七七带我来吃的。以前的我都习惯吃豚骨的汤头，这间是我第一次尝试吃鸡白汤类型的拉面，觉得真的是越吃越上瘾。他们有4种口味，4个都不一样。盐味鸡白汤、酱油鸡清汤、黑蒜油鸡白汤跟盐味清鸡汤。如果你今天想吃清淡一点，就点清汤；想要尝尝浓郁的风味，就选浓汤。他们的粗面面条嚼起来有面香，我自己觉得有奶油的香味，非常喜欢。然后它有加炙烧过的豚叉烧，还有鸡叉烧，我觉得整体搭配非常的好，是我最喜欢的拉面。这天我选择住在护城河旁的树屋，它是改造一间与百年榕树共生的过夜书店，它有日间跟夜间的入场选择。店长参考了日本 Tokyo Book and Bed 的设计，让城市中弥漫睡意的旅人躲在书柜中与书相伴。但现在已经迁址到光复路了。如果蛮喜欢这种风格的话，可以去他们的新店看看。其实那天我的生日快到了，所以想说送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间。说真的，也很久没有看书了。在书堆中挑到了当年的小学读物《深夜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》，它的内容是比较鸡汤奇幻的，但对当下的我蛮受用的。
新竹护城河有将近200年的历史，在清领时期，原本新竹地区是以竹子为城，经过地方士绅的倡议，终于在1829年城墙与城池新建完工，称为竹堑城或是淡水汀城。在1895年日本攻占新竹城时，他们也是跨越了护城河后攻入东门城。护城河是有实际参与攻城战中的历史场景。之后在日治河战后，护城河的用途从军事防御转变为灌溉排水，从护城河变成东门大排。到了2000年后，新竹市政府推动护城河改造计划，由郭中端建筑师带领设计团队，将生硬的大排水沟改造成了清水公园。现在新竹护城河有了植物树荫、清澈的河流，还有鱼跟鸟类栖息在这里，创造了一处历史现场的河岸绿地，也让旧城的意象有了延续。位于圆环中央的竹堑城东门、迎西门，是清领时期为了防范械斗还有盗寇，一共建立了4座城门。东门为迎西门，西门为义爽门，南门为歌勋门，北门为拱城门。日治时期因为推动市区改正，所以城墙在1902年陆续被拆除，只有东门城的迎西门被保留了下来。据说是因为有日本日出意涵而没有被拆除。而东门护城河桥墩遗址包含了清领、日治与战后各时期的构造物，是非常珍贵的资产。这家荣记客家汤圆也是我很爱的一家店，在门口柜台点完餐后，就可以进去自己找位置坐。一般大家来可能会选择吃客家汤圆，但是我是最喜欢他们的2层肉饭，紫肉香煎，米饭吸满肉汁，再加上一坨葱盐，真的会一口接一口扒完。再来是这个叫粉仔，但一般大家叫它荤琼，是新竹独特的客家传统小菜。最早是客家族群为了节省肉品发明出来的，吃起来的口感很 Q 弹，搭配酱油膏跟嫩姜丝食用，是很有特色的小菜。接着来到814冰棒大同冰店，它是新竹人从小吃到大的冰棒店。冰棒是属于那种扎实且带有点粘稠度的古早味，吃得到颗粒感，有非常多口味，推荐芋头、红豆、绿豆等经典口味。接下来介绍东门市场一带。东门市场建于日治时期，拥有超过100年的历史，曾经是最现代的建筑与最繁荣的商圈，并拥有新竹第1座电扶梯。然而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摊商们的铁门逐一的拉下，但近年在政府推动下，吸引年轻的创业族群。现在从传统的市场转为结合美食甜点与深夜食堂的文创基地，是传统与创新融合的景点。先来推荐位在3楼手扶梯旁的艾比儿甜点，小小的店里挤着几张桌椅，还有墙面满满的留言便条纸。可爱的是，店主会在 Instagram 上面回复这些留言，很像小时候寄读者回函给喜欢的漫画家一样，非常可爱。他们的布丁真的是超级好吃，第一次我外带了伯爵口味，已经非常美味，没想到店内限定的提拉米苏更惊人，布丁非常的绵密滑嫩，甚至有豆花的口感，入口即化。上面的可可粉跟马斯卡彭起司浓郁香醇，跟布丁完美的结合在一起。
简单却隽永经典，真的是非常惊艳的布丁。东门市场3楼的涂鸦。再来要介绍一样在3楼转角处的仙宫，搞怪酷手的风格，加上店主的创意跟独特的选品，有怀旧的摆饰与玩具，也有店主手做 remake 的服饰配件，是一间非常有特色的文创小店。我之前也有参加仙宫举办的一系列跟老手工艺店合作的工作坊，真的很喜欢它融合怀旧跟创新的精神。速速金石，位于1楼的大脚拉面，经常也是大排长龙。他们的排队动线明确，环境整洁明亮。我点的是鸡清汤原味辛拉面，加1颗溏心蛋。低温烹调的粉嫩猪叉烧跟酥肥鸡好吃，整体是中规中矩。每当我想吃拉面又不想吃太厚重的汤头时，就会想来吃这碗。他们的溏心蛋威士忌酒味比较重，我觉得在拉面里有点太抢戏，但喜欢酒香的应该会很爱。东门市场吃饱饭可以来或者新洲屋走走逛逛。前身是新竹第1间百货公司，建于日治时期1934年。1楼是玄物店，2楼是餐酒馆，3楼是共创厨房和书店，4楼是展览空间。现在的新洲屋是关于复古与创新、饮食文化、美学与商业的共生空间。新竹第1篇就介绍到这里啦，感谢我的朋友七七、康林还有阿莫。下一篇我们会去动物园哦，拜拜。他好荒谬哦，他从高丽菜里面找到的瓜牛拿来养哎，他还活着吗？他还活着啊，应该是还活着。那他叫什么？小瓜。小瓜。真的叫小瓜哦。对啊。他触手伸出来嘞。哦，那他还活着。太好了。那他眼睛。他应该想说，哦，怎么突然天亮？